呀，是他，他不是在我们院子里住了好些日子？听说抓住是要被杀头的那位吗？这么巧啊，叶少侠也在这里。既然相逢，不如同行。可为为什么要与你同行？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有趣，师傅不会武功，徒弟倒是个未来的高手。嘿嘿，叶少侠说笑了。哼，我不需要什么同行之人，我自己的路，我一个人走。叶少侠莫急。你还说不会武功？叶少侠，老朽可真的不会武功，能躲，能跑，还能什么呢？果然，般若心中落。我还会困。师傅，叶少侠，还是与老朽同行吧。为什么会这样？魔仙剑走的毕竟是魔道，从前叶少侠心中坚定，故而无妨。可如今少侠心有所求，却苦而不得，所以心境自然就不稳了。心境不稳，屏障破碎，魔念便会侵蚀入体，也就有了如此结果。这就是老朽为何执意要与叶少侠同行。只需2年，2年过后，叶少侠的心境稳固了，便不怕魔功反噬了。为何帮我？我们修行中人，不是要讲究同舟共济吗？我见到叶少侠，而叶少侠又正巧有难，便就帮了，又要什么理由呢？实不相瞒，夜魔此行没有目的，更不知要去往何处。我原本以为我能带他逃离天启，我们一同回南绝。我在那儿有一间草庐，四周有竹，有山，有水。我们一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姑苏城外有座山，那里正适合我们这样的隐士修行。我此番前来，便是要往那里去。姑苏城是座好城，山也是座好山。既然叶少侠不知前往何处，不如就随老朽一起到那里去吧。那里离天启城很远，没有人会打搅你。只需要2年，对吗？最多2年。2年之后，我的魔仙剑便不会再反噬。不但不会反噬，
还能更进一个境界。好。师傅，原来你真的很厉害呀，居然能凭空变出一口大钟来。那师傅，你能凭空变出一根糖葫芦吗？不能。叶少侠心魔难除，不如放弃这魔仙剑。文佑前辈，难道我的心魔是因这魔仙剑而起的吗？徒儿，我不让你看，是因为这是至死才能挥出的一剑。这绝世的强大，只是为了不留余地的最后一瞬。师父，师父！如果我不能同他携手离开，那能否凭着至死的一剑，来换他的自由？叶少侠，文佑前辈，这次又多谢您了。您安心，求死一剑，我是不会用的。因为这一剑，只有到了真正用上的那一刻，才能动。既有生路，何负死路？何为生路？放！不，文佑前辈，早些休息吧。谁？好久不见了，叶鼎之。你又跟来了，你还来做什么？当然是来嘲笑你啊！
嘲笑你自不量力。不过也来祝贺你，去了一趟天启还能活着回来。只是没想到啊，失败了一次，就跑到这种地方龟缩起来，真是废物！啊，你还在无谓的坚持些什么呢？那老东西既然会劝你放下，那说到底，他就算不是景誉王的人，也是向着天启皇城的。而我，不但不会劝你放下，还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拿就是。你还是走吧，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那谁和你是一路人？在最西边的地方，有一个曾与我同路的人，只可惜我连累了他。妹妹，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听他们说了，你打算放弃复国之事。你骗了我，背叛了我们。妹妹，姐姐。你好无情！你难道已经忘记母后的死了吗？我没有，正是因为我见过了母后的死，经历过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我才不希望这种事情再降临到别人身上。战争。那需要无数无辜的生命去填补，故国已不复，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一个新的家园？你不过就是喜欢上百里东君，你就是为了一己之私，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是，我是喜欢上了百里东君，但这与我的决定无关。你以为我会信吗？在你心里，儿女私情这种缥缈的感情，也值得用生死去托付吗？月瑶，别说笑话了。于他而言，你就是个骗子。就是个有着国仇家恨的仇人。我们的感情当然值得用生死去托付。妹妹，那是因为你还不曾遇到。就算是生死托付又如何？最后还不是无能为力。你说什么？你的百里东君帮他的好朋友叶鼎之抢亲去了，不过最后失败了，现在下落不明。怕是已经死了。东君，
要是有个人能来陪我就好了。要不我先去捣鼓一下师傅给我留的那把琴。怎么，这就耐不住了？听你的声音，似乎刚睡醒的样子。世子爷，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我就好奇，这次你一声不吭，乖乖领了罚，在这里待着，是开窍了，还是想和我斗气？现在看，都不是。你是想找个地方来偷懒？谁偷懒了？我这又练琴又练剑的，有本事你进来，咱俩比划比划。谁要跟你比划呀？我来这里是要问你，为何进你的族？你想清楚了吗？因为我是为我的朋友抢亲，而我抢亲的对象，就是天启城里的王爷。我姓百里，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我身后还站着整个镇西侯府。放屁！我看你跟李先生学的，都学到狗肚子里了。云儿是你儿时的挚友，是你长大后生死之交的兄弟，你帮兄弟抢亲，这件事本没有错。就算如你所说，会连累镇西侯府，你依然也没有错。如果我们行在世间，只为了功利虚名而蝇营狗苟，那还算得了什么好汉？你错的只是你自不量力。自不量力，就是你做了自己还做不到的事情，却承担不了失败的后果。不过你倒也不愧是我的种，你老子年轻的时候也抢过亲。当年我要娶你母亲，但你外公不同意，因为已经将你的母亲许配给岭南许家的长公子。于是他们成婚那天，我便去抢了亲。当时你爷爷也不支持我，你爷爷有千军万马，却任由我一人一剑去抢的亲。但没关系，从许家的长公子到许家的掌门到许家的供奉，一一倒在了我的剑下。我能够带走你的母亲，除了两情相悦，还因为我有这个实力。而你有实力吗？这才是我关你在这里禁足的真正原因。你也知道，如今的泰安帝已不是当年和你爷爷与叶羽将军同生共死的兄弟了。曾经的义气，哪能抵得过被权力冷硬的心？所以你爷爷一直不希望你掺和进这复杂的事情中去。但你既然自己选择进入，那就要做好准备。朝局无情，但我们却要有情。你随时可以离开这里，只不过如何？告诉门外这些士兵，你准备好了。只有一次机会，我可不是什么闲人，没时间经常跑到这里找你聊天。反正你记好了，若想提前出去，就让人给我带话。我很期望你来找我的时候，能让我看到你真正的能力。世子爷，臭小子，不要再这么叫我，我是你爹。百里乘风！你个臭小子，你！老爹，多谢你。多谢你
能和我说出这番话。行了，你个臭小子，好好练功吧你。是树上鸟儿告诉我的。真的，我师傅能跟鸟儿说话。不对，不仅是鸟儿，山禽走兽、虫鱼花草，我师傅都能坐在那和他们说一下午呢。那是你师傅骗你呢。你师傅在骗你呢。我师傅从来不说假话，除了每次说给我买糖葫芦是骗人的以外，其他都是认真的。说我们在天气重重闹出这么大动静，都能被全然压下，那是不是文君的也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我已经来过，更不知道我甚至已经达到了锦玉王府。我是说真的，我师傅真的能和鸟儿说话。安静点！师傅，叶大哥又开始了，他为什么总是突然这么凶啊？因为他以后要做的事啊，可能会有通天之祸，他不想祸及身边之人，只能把人推远了。还是听不懂，叶大哥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一念成魔呀！你也又开始了。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走到啊？我都走累了。不出3日，应该就能到了。不过你累什么累啊？没走几个时辰你就睡一觉，我看啊，一点也不累。好吧，那就算我勉强不累好了。谢谢师傅陪我。不是师傅，是叶少侠。叶大哥，哎，叶大哥，叶大哥，叶大哥，你对我真好。叶大哥，你对我太好了。嘿，嘿，起开！叶大哥，刀子嘴豆腐心。叶大哥，刀子嘴豆腐心。叶大哥，刀子嘴豆腐心。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他无牵挂呀。小姐，齐轩，齐轩是你吗？是我。齐轩，我听青儿说，百里东君此次去天启，因帮叶鼎之抢亲失败而下落不明，可有此事？小姐知晓的倒是很快，没错，几个年轻人想在王爷大婚之日抢走王妃，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他还好吗？看来，小姐确实是动了情。放心吧，据我得到的消息，他已经回到了黔东城，被他的父亲百里成风关了禁闭。齐轩，多谢你。齐轩，你等我片刻。小姐，可以吗？小姐说的每一句话，对我而言，
都是务必执行的命令，无需问可以或是不可以。季轩，对不起。你以为你做的足够隐蔽，但是你我相交这么多年，你瞒得了别人，瞒得过我吗？你要拦我？吴相师有令，让小姐禁足3年，静思己过。如果你们现在回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吴相师，季轩，子雨姬，你效忠的到底是岳氏，还是吴相？小姐，请您回屋，静思己过。小姐，快走！季轩，可你走。我从未想过，有一日，你拔剑指向我。我亦从未想过，有一日我会拔剑指向你。现在把剑放下，随我一同把小姐带回来。此事便能当没发生过。雨姬，你我自小一同长大，你知道的，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雨姬，放了小姐，把我抓给吴相师，所有的罪责由我承担。滚！季轩，你说的对。我们自小一起长大，我当然知道你是不会背叛小姐的。那难道你觉得我会背叛你吗？小姐也是我的小姐，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小姐，该走了，再等下去就白白辜负了白发仙大人。小姐，小姐。是白发仙大人。小姐，季轩，小姐，快走吧。你不与我们同去吗？不去了。可是，你帮了我，已经不能再留在天外天了。江湖之大，
何处皆为家。小姐不必为我担忧，快走吧。齐轩，走吧。珍重。珍重。进。子羽姬放走了小姐，前来向尊师领罚。你可知你要领的是什么法？我知。南爵传来消息，我们那边的据点出了点小问题，你去解决一下吧。子羽姬，领命。尊师，男爵那个据点不是都打算放弃了吗？那边都是对手的埋伏，此后我们再派人过去，无异于自取灭亡啊！既然不能为我所用，就让他作为一位弃子去死吧。王游前辈，前辈，请。叶少侠，前辈，我去城里找间客栈便好了。叶少侠难道2年都要住在这客栈之中？那片农田是谁的？归我们山门所有。可否？叶少侠，请便。那我就在这个农田边截路而去了。何必这么麻烦？我欠别人太多，自己又什么也没拿回来，不想继续欠了。我不爱吃，你留着吃吧。你真不吃啊？那我吃了。你吃呗。
嘿嘿，哦，对了，我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师傅说，他毕竟不能时时陪在叶少侠身边。哦，还有一门本家剑法，长久习练能帮叶大哥修补心念。嘿嘿，他让我来教你。哦。嘿，可看清了？一招不落。这么厉害？难道叶大哥剑术很高？想看？我把这些叶子往天上一丢，你能都打中这些飞叶吗？你可以试试。来啦！糖葫芦。啊？这是糖葫芦啊？嗯。次年深冬，景玉王正妃胡错阳诞下景玉王第6子。诞下之初，其子嚎啕如雷，王府震惊。琅琊王亲自取名萧楚河。又2月，侧妃易文君诞下景玉王第7子。易文君推却景玉王琅琊王定下之名，而请师兄骆青阳为其赐名萧雨。李先生走了，把学堂祭酒的位置交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山前书院的人。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这代表着李先生已经决心离开天启城，再也不会回来了。当年帮助圣上打下江山的这些人，只剩下镇西侯了，手握重兵，镇守国门。可如今，国门之外哪来的汉敌？他又挡谁呢？在圣上的眼中，他才是汉敌。杀了他，龙峰卷轴上，我保证写着你的名字。锦轩公公，本王方才有一句话一直不敢问大姐，现在斗胆想请教您。殿下言重。为何大剑要本王如此做？按照祖训，新王登基后就任大剑，该去往何处啊？须守皇陵，终生不得离开。但师父不想。若有朝一日，本王能……嘘，有些话只能说一半。殿下，请。
虽然三言两语就会被迷惑，不过好歹还是有一身的胆气和狠劲儿，所以还不算太过不济。看中的就是他这股狠劲儿。不过，同百里洛尘比起来，就好像拿小孩们去争抢陀螺的凶狠，和提着刀一路上砍下无数颗头颅的凶狠去做对比。当日，我们曾有杀百里洛尘的机会。在黔东城杀百里洛尘，你们也太天真了吧！所以才会被古尘所打伤，连天外天都不敢回，不是吗？是，这还是要托卓清大剑的福。不过请大剑放心，我们兄弟二人的功力已恢复大半。既然我们在黔东城杀不了他，那我们就在天启城杀他。很好，希望二位能够说到做到。那个镇西侯府的叫百里东军的小公子，七斩星夜胜过碉楼小筑，还有天下第一人为他策马之鞭，带着他绕城天启，最后还喧嚣而去，真是听着都恣意呀。如果他身后不再有镇西侯府，也不再有学堂，他还会如此恣意吗？学堂里自以为风流的少年啊，这次就连同百里洛尘一起毁掉吧。殿下，殿下，没事，没事。我扶殿下上车。逸然，这次成了，就真的能当皇帝了。怎么了？这段时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云哥。上次抢婚，匆匆一见，也没能告别。我爹告诉我他没死，被人带走了，带我出去，我定要找到他，再陪他把文君抢回来。可文君她已经出嫁了呀。那又如何？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或许还成为了孩子的母亲，有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这种时候，再把她抢回来，可就不合时宜了。那便要看文君的意愿。若是他想，我就和云哥去救他；若是他不想，我就和云哥喝上一顿，一醉方休。
是时候了。飞展，尊师，我没记错的话，你与非离有位亲戚在北离的天启城。不错，也因此，又是有段时间，我曾与哥哥待在天启城，对那还算熟悉。他们姓臧，勉强算是个世家，不过现在已经有些没落了。那你便去一趟天启吧，用我的暗号联系无法无天。离开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也该出来做点正经的事情。需要我做什么？你把易文君从天启城带出来，送到姑苏城外，让他与他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相见。恋人重逢，前缘再续。多么美丽的故事啊！这天气真不错，可惜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我是真的不想再听命于他了。卓清大剑，二位这是要去何处？实不相瞒，大剑，天外天已经找上我们了，所以我们两个必须出宫一趟。出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偌大的北离皇宫，除了我以外，还有不少高手呢。我送你们出去。你们这样的贸然出去，很容易会被发现的。哈，那大剑既然有如此的兴致，我们不妨一同去。只不过我们两个也并不知道今番来的人是谁。或许我知道呢。两位尊使来就来了，为什么还带客人？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盟友，不过此时他正在门外的马车里等候，待我们谈完正事，他才会进来。飞展此次前来是奉了吴相使的手令吗？两位尊使，既然身在天启，想必听过一个人，叶鼎之。这叶鼎之也是天生五脉。叶羽的后人，咱们这位吴相使可真会选人呐。就是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叶鼎之与影宗宗主之女，现如今景誉王侧王妃易文君曾有婚约。之前他入学堂参加大考之时，两人重逢了。可真是不凑巧，这次来的人，偏偏是最讨人厌的。像这种人，大剑不见也罢。无妨，我独自去见他便是。都说，魂关飞离和破关飞斩，是天外天无相尊使最重要的左膀右臂。今天见到你，本座也很高兴。大剑真正想见的，应该是无相尊使。飞斩可没有这样的荣幸吗？
本座自然是想见见无相尊师，可是单凭无相尊师还不值得本座花这么大力气去见。本座真正想见的是你们的皇帝陛下。那年与他城下一见，风采灼灼，让人至今难忘。不知皇帝陛下现在可好？看来两位尊师告诉大剑的可真不少啊。不要紧张，或许本座能帮你们。还睡啊？别睡了，今年的舞榜要颁了，你期待自己的名字在哪儿？瑶儿，我已经连续3年入良玉榜首甲了。算上季若风可以给我吹的那2年，一共5年了。今年怎么也该冠绝了吧？冠绝？吹牛。我离开乾东城前往天启的时候，这天下间也没人会想到我能入良玉榜吧？旁的不说，就连我爹娘都不信。所以说，这世间上的事儿，本就只怕不敢想。更何况，我还有一个口气比天还大的师傅。我这个做徒弟的呢，不过是想与山比比肩罢了，很正常嘛。瑶儿，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甚至是觉得天下第一，他就在那儿等着我，不是我在寻他，而是他在等着我。以前这种话，你只有在酒后才说得出来。几年游历，天下广阔，酒在我心中了。冠绝第3甲，整个雪月城都在找你欢呼庆祝，你居然在这里躲闲。那师妹你呢？良玉榜第6甲。那首甲呢？良玉榜首甲，望城山赵玉珍。二师兄，我跟谁都没打过，我怎么就成第1了？从最年轻的良玉榜入榜者，成了最年轻的良玉榜榜首啊！望城山赵玉珍。你看起来很不服气的样子，你想怎么做？我在想，得找个机会，问一问他的剑。哎，文君，文君，你怎么了？没事吧？
是不是这个小家伙又欺负你了？忽然想吃东西。是你想吃，还是他想吃？小家伙，以后就算肚子饿了，不能提你娘亲的肚子，听到没？夫君，哎，夫君，这是我新给你绣的荷包，好看吗？娘子的绣工越发的好了，比你小时候送我那个要精美上不少呢。文君，你怎么起来了？云哥，怎么了吗？没事，有只黄鼠狼过去了。叶定心，叶文心，叶定心，叶文心。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做碗面。尊使，尊使，您在看什么？非礼，现在是北离的哪一年了？明德5年。姑苏城外草庐里那个孩子，如今也有2岁了吧？
费离，你怎么看？回尊师，若不是您按着，我早就去那姑苏城外了。飞展，你又如何？谋定而后动。你们两个虽为兄弟，性格却不一样。一个做事从不考虑后果，一个则是想明白了才动手，总是错过时机。尊师可是有了什么谋划？是时候了，去找月清吧。二小姐，女人的嫉妒是很可怕的。骑单马喽！还是这慢点儿。叶兄弟，小安师，看王叔叔给你带什么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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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看这是什么？喜欢吗？送给你了。谢谢王叔叔。王兄，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小佳。哎呦，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今天我路过茶寺，你猜我听到什么了？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君，他现在可厉害了。哎，不过这可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现在正在世外之地雪月城。我知道你一直想去找他，但又碍于你的身份，害怕给他带来麻烦。但是现在呢，他无牵无挂，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找他了。可是，雪月城在哪儿？雪月，不如问问老朽啊。老朽与李先生旧时交好，他曾在雪月城落过脚，老朽便知道了雪月城之所在。那太好了，我这就去给东君写信。既然大家都在，今夜就在这里用膳吧。我去给大家做晚饭。不用了，昆仑饮会就要召开了，老朽受邀与会，马上就要启程了。我也是，这次出来的时间有些久了，师门有意，命我即刻回返。吃一饭嘛，就不吃了。小安师，叔叔要走了，你要乖乖的听话，听到没？等叔叔有空了再回来看你，好不好？说话算话。说话算话，来公。来公，来公，说话算话。谁呀？吾有东君，为兄在姑苏寒水寺下结庐而居，且与文君育有一子。余年少结苒，如今重拥佳人，安稳幸福，暂消仇恨。今闻东君于雪月城，特邀你前来一聚。兄叶云。怎么了？是云哥。二小姐，叶鼎之下山去了，忘忧也不在山上。我已经对易文君下了散魂香，现在的他，应该会想起很多不愿记起，也不愿面对的事情。吾想使这香送得恰到好处。安师，
我不是你娘亲。不，你是。师兄。他是萧雨。不，他不是。他是萧雨。他不是。娘亲。云儿。哎，我说，你们此行一路往北，到底是为何呀？方才师伯遇到了我的妹妹，我们就是追他们而来的。他们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原来如此啊！刚才那辆马车中有一个人的气息非常微弱，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一样。哎呀，若是刚才我能拦住那辆马车，是不是此行就可提前结束了？是的。哎呀，为之悔之啊！师兄，你说马车里的人气息很微弱。是啊，与其说是虚弱，倒不如说是快死了。他们不会让叶鼎之死的。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在带走叶鼎之的时候，把他打成了重伤。虽然我与云哥多年未见，但他的功力绝不可能在我之下，想把他打成重伤，应该不太可能。所以便有可能是第2种。东君，你还记得我们北阙寻找天生五脉之事吗？而叶鼎之就是另一个天生五脉。你是说，云哥已经练了虚念功？可这和虚弱有什么关系？自行修炼自然不会虚弱，怕是叶鼎之被人强行渡宫了。强行渡宫？北阙魂关中非离，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实则是个武疯子。他以凡体之躯强行修炼了3重虚念功。若是他将这些功力注入到叶鼎之体内，叶鼎之只需在经脉承受极限内，对这3重功力进行锻打，他便能获得非离所修的3重虚念功。奇哉妙哉呀！天下竟有此等可以渡宫的武功。瑶儿，此行到天外天还需多久？日夜兼程17日左右。师兄，拜托你一件事情，接下来的路怕是交由你来赶车了。我继续修炼着虚念功，虽然云哥的3重功力是白给的，但我也绝不能输给他。他练到第3重，那我也要入第3重。包在我身上。姑娘稍等，我这就回去禀报副都统，他一定会带着小殿下尽快赶到这里的。多谢。上次从天启城带走景玉王妃的也是他。看起来很普通啊。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人，却是天外天的破关。他很厉害吗？北阙移民，甚至连我们白小堂都很难探到他的消息。你说他们为什么会对景玉王妃感兴趣？还如此大费周章地将他送走，然后又将他送回来。你想管这事儿？我在想，如果他在的话，会不会管？会。那我就不得不管了。可你现在是天启城的朱雀使。唉，在这座无趣的城市里待太久了，早就不想当什么朱雀使了。想走了？可你若是走了，弹琴的姑娘该怎么办？她应当是不喜欢我了吧？
他若是不喜欢你，又怎么会天天等着你去听琴呢？哎呀，可能啊，因为我长得像他那位故人。他怎么来了？父亲，你走了就不该回来，无论什么原因。父亲，你为何就不肯放过女儿呢？我们一家世世代代侍奉萧氏皇族，在暗处已经很久了。如果你当时不走，你甚至有机会可以成为皇后。可是她不想成为皇后啊。朱雀氏，易宗主，麻烦。你为什么让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啊？我不想管。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将军，这种男情女爱的事儿，能不能别来烦我？我走了，当我没来过，也当我不知道。雷将军，方才易卜来过，那就让他们自个儿解决去吧。然后司空长风就进去了。以影宗和天启寺守护的关系，若是真打起来，可就很难收场了。又来。天启城有了影宗，现在又多了一个寺守护，很显然，其中必定是多余一个。你不应该来管我的闲事，因为只要让我抓住机会，我就会杀了你。哼，这位啊，易姑娘，在下司空长风，是百里东军的师弟。你我二人虽然没有见过面，可当年我却为了你，差点死在了天启。叶鼎之呢，算是我半个朋友吧。倘若我今天袖手旁观的话，我那位小师兄啊，一定会跟我绝交的。你我虽素未谋面，你已经为我拼过一次命了，就不必再拼第二次了。这次可不一样了，这次我不是拼命，因为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谁都打不过的少年郎了。影宗自开国之时便奉命守卫皇族，守卫北离之主。虽说帮助陛下夺取帝位的也是我们，可我们终究是琅琊王的人，亲兄弟明算账。既然不是自己人，那就总是有理由的。你说，如果我们二者只能选一个，我们那位皇帝陛下会选谁？雷将军，现在动身去拦，还来得及。我要真动手，这事儿就没法收场了。那你准备如何？哼，司空长风，招！终于见到了朱雀氏的惊龙鞭，果然厉害。是你老了。是我老了吗？与其说你老了，不如说你不再愿意相信自己的剑，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权力。但是你的徒弟洛清扬就没有了，因为他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剑。或许吧，但是我没有退路了。冥顽不灵。真是一柄好枪啊！师傅说过，这小子以后是可以做枪仙的人。又有人来了。宫里的马车。雷将军，
你可真是深藏功与名啊！哼，过奖了。大剑来的可真是赶巧啊！堂堂朱雀使，与影宗宗主当街斗殴，怕是有失我北离颜面。就你废话多。说吧，你想怎样？宣妃娘娘，陛下遣奴才护送娘娘回宫。宣妃，我不喜欢这个称呼。恭迎娘娘回宫。素闻你是和洛清扬比肩的大内高手。洛清扬那老家伙呀，任凭我嘴巴说烂也不愿意拔剑。那今日，就你来和我过过招。还请朱雀使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可别，我可不是什么朱雀使，我呀，就是个江湖浪客。易姑娘，只要你一句话，只要我还没死，今日就别想有人把你从这里带走。真打起来怎么办？大不了让老七来收拾场面吧。娘娘，司空公子之恩，一文君没齿难忘。易姑娘，你可想清楚了？我被困在这座牢笼里太久了，我很清楚他有多么厉害。我能侥幸飞出去一次，但这一次，我知道是决然逃不出去了。司空公子，到此为止吧。你们为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人生在世，要的不是足够，是不后悔。走吧。恭迎宣妃娘娘起驾回宫。没意思。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他要是点头了，恐怕连你都没有办法安全的离开天启城。方才易姑娘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说：“走吧。”那便走吧。真的要走？是啊，我又不属于这里。真不去道个别？哎，不去了。可你不是说过吗？人生在世，要的就是不后悔。
谁说我会后悔？毕竟我们还那么年轻，天下又那么大，谁能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啊？可你说你自小流浪，没有上过1天学，可为什么有时候说话却这么有诗意？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穷酸秀才，他呀就很爱说这些酸话。那这个秀才一定很有趣，让你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忘记。是啊，他叫君玉，他跟我说过，他以后一定要闯荡天下，绝对不会错过那位痴痴等他的姑娘。老夫，酒好了。谢谢。兄台，以后就多多指教了。枪！不是婚姻的事儿，有人现在正杀往景玉王府，看架势是要去抢亲的。尹宗已经派了尹卫去阻拦，但看样子是没有拦下来。你说什么？抢亲？是。谁抢亲啊？叶鼎之，也就是叶云。你确定他是来抢亲的，而不是来杀我的？就是来抢亲的。叶鼎之与尹宗宗主之女易文君自小便有婚约，所以这抢亲之事并非无稽之谈。他一个人就能杀到景玉王府？原本是不能的，但是有人帮他。谁？有一个用枪的，就是在碉楼小筑比酒那日那位年轻枪客。另外一位，看他的剑法，应该是尹宗的自己人。还有一位，他有把非常特殊的剑，像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百里东君的。镇西侯府的那位小公子？正是。镇西侯府，老子在里面结盟，儿子在外面拆台，有趣，有趣。咱们走。王爷，这是？自然是去景玉王府看一看这出好戏。王爷且慢。既然此乃必死之举，我们静观其变当好。青阳，我对你很失望。师父，我对你也很失望。你今天要对我出剑吗？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有一日对师父你拔剑？或许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就再也不会畏惧师父了。我就敢真的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事物了。很好，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下，为师会很欣慰。出剑吧。得罪了师父。看来我还是高估自己了。方才在那边耗费了我太多力气。有我在，悟出相思剑之后，境界提升了不少。就算师兄来拦我，也绝不是对手。具体哪位师兄啊？哪个师兄都不。你怎么来了？世子爷，这2个人我带走了，他们不会再去锦玉王府的，你们回去吧。你是谁？凭什么命令我们？既然站着说话这么嚣张，那就躺下吧。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我当然知道，我是来帮允哥的。只要允哥不死，他和文君的婚约就还成立。
况且他们两情相悦，理应是在一起的。你今天拦不住我，那就试一试。师兄也要试试吗？哎，误会了啊！这可是你们侯府的家事，我可管不着。你们打吧，世子爷，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世子爷，得罪了。鼎之啊，要不要上来一起喝一杯？我赶时间，我也赶时间，还要赶去前院参加宴席。一杯酒的时间还是有的。婚宴当场，新娘自尽，应该没有什么比得过这件事更能让萧若锦那样自负的人感到丢脸了吗？小姐，时辰已经到了。外面可有什么动静？锣鼓声都已经响了。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婚礼一切还顺利吗？都挺顺利的呀，只等把小姐迎进礼堂了。半年，你等我半年，我会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也很看好你，一度我以为成为我未来小师弟的人还有你。差点成为师兄弟的情谊，也只够这杯酒了吧？你是叶将军的后人，我欣赏你。如果可以的话，鼎之啊，就到这儿吧，别打了。可里面有个姑娘在等我，我不想让她失望。你不是我的对手，那也得打了才知道。浩阙剑，位列剑谱10大名剑第8位，被人称为人间正气第1剑。但小先生今日这一剑，能否配上正气2字？权势、大局，真的要比他的意愿更重要吗？抱歉。你比半年前强了很多，因为这半年来，我都在为今天做准备。你练了魔仙剑，是又如何？练魔仙剑会对身体造成极强的反噬，你还年轻，不该练它。你师父走错的路，你不该再走一遍。只要今日能赢，那便不是错路，也是我的。你太小看我了。萧氏一族，列国剑法。你以为你能赢？你修了魔仙剑，
就证明你觉得自己不能赢。就因为你知道自己赢不了，所以才孤注一掷，兵行险招。羽生魔赢不了李先生的，你也赢不了我。丁之啊，走，或者死。就这点本事，也敢跟你老子叫嚣？百里成风，又不是你成亲，你这么拼命做什么？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年轻人在反抗大人的时候，得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实力逾越这个坎儿。如果还没有，不妨再等等。还不够。我不想错过那一劫，我不想在最后一无所有时，会后悔今日没有看过那一劫。就算你看了，也无济于事。就像羽生魔，终究打不过李长生。是啊，我觉得自己赢不了，所以我孤注一掷。但我和师父是不一样的，他赢不了，会去等下一次机会。我没有下次，我赢不了，就会继续想办法，继续想办法去继续赢。不动明王。再等等，喜欢的姑娘就属于别人了。我绝不会让他们达成肮脏的目的。东君，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女子，就算全天下都不同意，我也会与你一起提着剑打到他们同意为止。只可惜，她不是，你是替别人来抢亲的。可她不是别人，是云哥。你曾答应过我，要护卫影宗。可这师妹不应该成为影宗的牺牲品。不可！你已经使出了魔仙剑，若再使用不动明王，两大邪功同时激发，你随时会死的。我没有退路，反正我是不会走的，要么就死了吧。叶鼎之，你这是何苦呢？素闻琅琊王萧若风，性格豁达，心存正义，乃是当今皇子中心胸最为宽阔之人。可这样宽阔的心胸，却容不下一对相爱的男女吗？这场婚姻是影宗和景玉王府的结盟，我不能。若是亲王得势，则天下不宁。所以，为了天下人的利益，就可以牺牲一对相爱的男女。就像我将军府一家的死，也是为了天下的安宁吗？抱歉。死吧！及时将至。小姐，若您再不动身的话，总管怪罪下来，我想再等等。小姐是在等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蝶。你会唱歌吗？会的。
那首天启城最有名的坊间小曲《蝶恋花》，可会？绿芜流烟催春暮，薄雾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安离恨苦，斜望刀削转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你赢了。叶鼎之，就算打赢了我，你也离不开天启的。你若是走火入魔，这一辈子都是废人了。放弃吧。放弃？我这一生都不想再放弃了。我绝不放弃，不死，不休。叶鼎之。叶鼎之，吴相使，公主回来了。北阙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吴相使也不必再唤我这声公主。这句话包含了太多重的意思啊，公主。看来吴相使已经有所耳闻了。想必公主有许多话想要与我说，可我不想听。就请公主殿下在此好好想一想吧。吴相，你想要造反吗？背叛了北阙才是真正的造反，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我希望公主在这些天里能够想明白这一点。小姐，齐轩，是你吗？小姐，有时候我还真是琢磨不透你。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有些道理跟我讲就算了，我读书少，好骗。你跟吴相使讲什么道理啊？说输了要被责罚，说赢了，直接就被关了。这你可就错了。这次我还没说，就被关了。小姐现在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可是我终究要回来这么一趟的呀，这样我才能问心无愧。那小姐对我有没有愧？我又要想办法救你出去了。齐轩，你不必为我以身犯险。那小子呢？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快活呢？他现在估计在天启城见到他的师兄们了。他这个酒痴，估计又是醉了。
侯爷，东军呢？就在马车内，但是奉了世子的命令，绑了天龙锁。立马把天龙锁解开。是。公子，侯爷在等你。东军，你辛苦了。爷爷，这一次是你父亲下了狠心。爷爷，我曾经答应过他，镇西侯府从此以后所有的事，让他来决定。你父亲说要把你关起来，直到他回来以后。你可有不满啊？东军没有任何不满，全听爷爷和父亲处置。东军只有一个请求。你说？我不希望关在镇西侯府的后院。我在乾东城还有另一个家，请爷爷把我关在那里。至于我的这位朋友，待他伤好之后，还请送他离开乾东城。好。多谢爷爷，东军给您添麻烦了。哎呀，能有什么麻烦？你起来再说。你起来再说呀！来，你的事，爷爷我都知道。爷爷觉得你没有做错。要是爷爷当年能有你这样的少年勇气，那叶雨有可能还能活到今天。东军，你放心。所有的事，爷爷我担着。我不会像叶雨那傻子一样。要是谁敢动我的家人，我要他好看。爷爷。师父，我回来了。镇西侯府要把百里东军关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侯府的家事，就不必知会司空公子了。司空公子，还是走好自己的路。今日再不出乾东城，明日可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哼！素闻镇西侯当年在战场上骁勇善战，令人闻风丧胆。今日一看，不过尔尔。百里东军不过是为兄拔剑，一不曾杀人，二不曾作乱。何至于把他软禁起来？镇西侯功勋之大，难道怕一个小小的景誉王？信口雌黄的小儿，滚！我滚你个头，滚！你再骂一句试试！
高兴的时候。哎，子姐呀，风姑娘今日还是不出来弹琴吗？二爷，你每日都来问，我都不好意思回你了。哎，姑娘这些时间心情不太好，您怕是还要再等等喽。没滋味儿啊，百花楼越来越没滋味儿了。这位可是千金台的涂二爷。是，在下涂婉。我家小姐有请。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家小姐有请。这叫什么？这就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嘿嘿，诸位，今日我高兴啊！全场所有的账单记在我涂儿头上。谢谢二爷。风姑娘，在下涂婉。涂二爷坐。哎，喝茶。啊。涂二爷，茶叶。嘿，姑娘见笑了。不知姑娘突然叫我，可有什么事情啊？二爷是千金台的二当家。哈哈。我虽然很少出门，但对千金台的大名，也是素有耳闻。哎，那是自然。我们千金台啊，可是很有钱的。只要姑娘愿意，我可以把这百花楼都买下来送给姑娘。这倒不必，我只是觉得，千金台在天启城中的势力这样大啊，应该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听姑娘的意思，是想打探一些情报。情报不至于，只是我听说，前几日有人在天启城中纵马。他们说，是随李先生一起游历的学堂小弟子百里东君，他身边还跟着一位拿着枪的少年，只是第二日就没有人再见到他们了。姑娘是想知道，他们此行来做了什么，尤其是那个拿枪的呆子，是不是？不是，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好的。看来姑娘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少年。二爷，您愿意告诉我吗？这此间的秘闻若是乱传的话，那可是杀头的大罪。要是姑娘问起来的话，那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嘿嘿。以后涂二爷来听曲儿，留雅座。不必提前到。哈哈，姑娘，我还有一个要求。二爷请讲。这毕竟是杀头的大罪，我只能在姑娘耳边低语。大胆！可以。得罪了。知道我是谁吗你？姑娘，他是来相亲的啊，你放心，人没事儿啊，就是受了点伤，雅座的事儿再上上心啊。混蛋，回都回来了，竟然去抢别人的琴。
大剑，刚刚收到飞展那边传来的消息，他在百花楼遇见了那4位家奴，并且说服他们参加了计划。今日行动有一个人需要注意，禁军副都统骆青阳今日也会在景玉王府中。骆青阳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剑法卓绝，也是北离他们这一代的翘楚。不错。那这么说，我们又多了一个麻烦。不是麻烦，反而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师兄下次什么时候来？不好说。陛下难得准我1日假，下一次怕是要再等许久了。我知道了。王妃，宫里派人来给您送了些糕点。宫里？你们不是宫里的人，你们是谁？在下秦月寒，我们是奉少主叶挺之之命来救易姑娘离开的。云哥在哪儿？少主如今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离天启城很远。骆都统那日曾与少主并肩作战，想必今日不会为难我们吧？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少主说，若是寻得机会见到易姑娘，让我们给她捎一句话。她说过，要带你去看那山。要带你去看那山，要带你去见那水，要带你去吃的北面的蛮牛肉，要带你去周游的西面的十二佛国，总有一天都会实现的。文君，你再等我2年。的确，是他会说的话。但如今我们寻得了一个机会，这2年，少主与姑娘都不必再等。机会，那得先问问我手中的这把剑。师妹，你想走吗？想，师兄，我想。好，那就走。王府内的那些高手，我来替你解决。宗主，杀！什么人？就凭他们，也想挡住我们2个？这2个人是谁？回来！给我回去！师父亲。
回去！不，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易宗主，好久不见呐！是你们？原来你们还没死。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若风，如何了？皇兄，莫急。我怎么能不着急？为兄就几日不在府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太猖狂了！你来给我带了什么消息？有抓到什么人吗？没有，对方应该是有备而来，一路上都有人拦截堵应，我的人没能追上去。废物！洛清扬呢？那个洛清扬呢？他帮着那些人逃跑，我定会向父皇参他一本，治他的罪。不可！堂堂景誉王侧妃在王府里被人劫走了，此事若是传出去，整个景誉王府都会沦为天启城的笑话，更别说让父皇知道了。从今日起，对外便宣称懿王妃染了重病，不便见人，侧妃殿中之人亦不可出府。那可怎么办？叶挺之，叶挺之，对，只要找到叶挺之，一切都对了。若风，当日你把他带走，他现在人在何处？过了墨云山之后，便没有派人再跟着他。他现在在何处，还得派人去查。你，当初就应该把他杀了，以绝后患。你呀，就是心怀仁慈，觉得他是你师弟的好友，是叶将军的后人，非要我留他一命。好，现在为兄留他一命，可是你把他带走，却不派人跟着他，害得为兄现在如此狼狈。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啊！皇兄，稍安勿躁。叶鼎之没有那么大的势力，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比起他，皇兄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真正劫走嫂嫂的人。你是说，这股势力的背后，不仅仅是羽生魔留下的这么简单？自然没有那么简单。